有个现象特别有意思，中国的年轻人忽然之间都变成了存钱达人。这帮00后、90后以前被骂成月光族，现在一个个抠门的跟个老大爷似的，恨不得把钱藏进枕头底下。这是怎么了？今天在野就给大家剖析，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突然开始疯狂存钱了？咱们先看几个数字。根据余额宝的数据，2024年底的时候，那些00后用户平均每月往里存20次钱，这个数字是半年前的整整2倍。大家想想，一个月30天，算下来差不多隔天就往里存一次，这存钱的频率都快赶上老一辈每天数私房钱的频率了。更夸张的是，这些年轻人的账户余额同比增长了50%，人均能存个3000块钱。有人可能会说，3000块钱也不多啊。但是各位想想，这可是00后啊，正是该买、该浪的年纪。他们能把钱存下来，那得多大的忍耐力？我给大家翻了翻小红书，光是讲怎么省钱的帖子就超过150万个，总观看量高达1.3个亿。你说这帮年轻人是有多恐慌，才会把省钱当成了人生必修课？更有意思的是，微博上有个话题叫00后为了局部退休疯狂存钱，阅读量直接干到8000万。什么是局部退休？说白了就是年轻人想提前攒够一笔钱，然后过上半退休的生活。大家想想，这些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本该是意气风发、拼搏向上的年纪，怎么一个个就想着退休了呢？我们来看看几个典型案例。一位在大厂工作的年轻人，今年才26岁，刚入职半年。按理说在 BAT 这种互联网公司，薪资待遇不差吧？但人家现在的目标是存够200万。算算这是多少个月工资？整整100个月。也就是说，得不吃不喝干8年多。为啥？这位年轻人说了一句话，说互联网行业不太稳定。这话说得多耐人寻味啊！再看看另一个例子，一位在深圳当高中教师的年轻人，同样26岁，月薪过万。在深圳这种1线城市，月薪过万，说实话也就够温饱。但现在把工资的80%都拿去存起来了，衣服不买了，演唱会不看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突然变得如此抠门？我们来看看统计局的数据。2024年12月，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是 15.7%， 这还是官方数据。而且大家注意啊，这个失业率的统计口径非常有意思，你只要干1个小时的活就不算失业。在校大学生不算，种地的农民不算，找了很久没找到工作就不找了的人也不算。但是根据智联招聘的报告，2024年的应届生就业率只有 55.5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将近一半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。你说这帮年轻人能不存钱吗？不存钱，他们拿什么来抗风险？数据显示，90后这些职场主力军中，每月坚持存钱的比例高达 41.7%， 95后也差不多，有 40.6%。 大家想啊，这些年轻人存钱为了什么？说白了，就是为了应付买房、看病、失业、养老这些基本生存问题。在这个号称第2大经济体的国家里，年轻人居然把大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琢磨怎么保证自己的基本生存，这是不是很讽刺？说到这儿，咱们不得不提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。就在这帮年轻人疯狂存钱的同时，央行公布了一组历史性的数据，2024年底，全国老百姓的存款余额居然达到了151万亿，比上一年整整多了14.3万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新增存款占全部新增存款的比例接近 80%， 创下了历史新高。大家想想，这是不是很反常？按理说，经济不好的时候，
老百姓手里应该没什么余钱才对啊。可现在倒好，大家都像是过年的松鼠一样，拼了命的囤积现金。这背后说明了什么问题？我们来算个简单的账。2024年，居民新增贷款只有可怜的 2.7 万亿，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例只有 15%。这两个数字都创下了2013年以来的新低。说白了，现在的老百姓不愿意花钱，不敢贷款，就想着把钱攒在手里。更要命的是，咱们看看物价数据。2024年的 CPI 全年才涨了 0.2%， 跟2023年一个水平。这个涨幅连政府定的 3% 的目标的零头都不到。有意思的是，到了2025年，全国31个省里面，除了西藏还敢喊 3% 以内，其他27个省都把 CPI 目标降到了 2%。但是呢，就连这个 2% 的目标，中信证券都不看好。他们预测2025年最乐观的情况下， CPI 也就涨个 1.1%， 最差的情况可能还会跌 0.6%。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些专家都看出来了，中国的经济已经通货紧缩了。更惨的是 PPI， 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。2024年全年下跌了 2.2%， 到了2025年，中信证券预计还得跌 1.4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的企业不仅产能过剩，而且产品只能越卖越便宜。你说这些企业还有什么赚头？没赚头就意味着没钱发工资，没钱发工资就意味着更多人失业。有专家说了，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是头一遭。过去中国老百姓都是对未来充满信心，觉得明天会更好。可现在呢？大家都在囤积现金，就像是在等待什么大灾难似的。我问问各位，你们见过哪个正常的经济体是这个样子的？老百姓存款创新高，但是消费和投资意愿却跌到谷底。企业产能过剩，但是又不敢裁员，只能靠压低价格来竞争。政府天天喊着要扩大内需，但是百姓们却像是商量好了似的，集体进入了省钱模式。更讽刺的是啥？你去看看官方的媒体报道，一会儿说消费升级，一会儿说内循环，一会儿又说什么高质量发展。我就问问，你家要是买东西都开始买最便宜的，这也能叫消费升级？你家要是存款利率都快赶上理财产品收益率了，这能叫高质量发展？所以啊，现在的情况就是老百姓不敢花钱，企业不敢投资，银行不敢放贷，大家都在等什么？等一个能让大家重拾信心的转机。但问题是，这个转机在哪里？反正我是没看到。倒是看到不少专家在那煞有介事地分析说，这是一个新常态，是经济转型的阵痛期。说到底，现在的问题都指向一个核心，民心已经散了。这种乐观情绪的丧失是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。你说说，改革开放40多年了，第一次出现全民悲观，这是不是够吓人的？更要命的是啥？现在的就是政策基本上都失效了。就拿房地产来说吧，政府又是放松限购，又是降首付，可市场反应呢？冷得跟块冰似的。为啥？因为大家都不信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最近各地政府开始集体降低2025年的 CPI 目标，从 3% 降到 2%。这说明啥？说明连政府自己都对经济复苏没信心了。但我觉得，就这 2% 的目标，估计也够呛。你想啊，2024年全年 CPI 才涨了 0.2%， 到2025年突然涨到 2%， 凭啥呀？说到这儿，我不得不提一个更深层的问题。现在的情况是产能过剩，但是需求不足，钱很多，但是没人敢花，企业开工了，但是没人买单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，
而是整个经济模式出了问题。今年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，但是会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。这话说的简直让人不寒而栗。未来会更差。那现在这些年轻人疯狂存钱的行为，还真不是什么杞人忧天了。所以啊，现在的年轻人存钱，与其说是一种理财行为，不如说是一种自救行为。他们不相信房子会永远涨，不相信工作会永远稳定，不相信社会保障能真的保障他们，更不相信政府的那些漂亮话。一个经济体要是连年轻人都开始抱团存钱了，那就说明这个经济体已经病入膏肓了。年轻人本该是最有活力、最敢消费、最敢冒险的群体，可现在呢，一个个像个老干部似的，天天研究怎么省钱。这要是放在10年前，打死也没人信吧。更讽刺的是，政府还在那儿喊着要扩大内需，要促进消费。我就想问问，你让一群连明天都没信心的人去消费，这不是缘木求鱼吗？说到底，现在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，而是信心问题。没有信心，降息降准都白搭；没有信心，再多的刺激政策也是白费；没有信心，就算把钱往老百姓口袋里塞，他们也只会把钱藏起来，根本不会去消费。所以要我说啊，与其整天研究什么经济政策，不如想想怎么给老百姓重新树立信心。但可惜的是，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好像并不这么想，他们还在那儿琢磨着怎么用行政手段来刺激消费，殊不知信心这东西是用行政命令砸不出来的。最后我想说一句，从今年年轻人疯狂存钱这个现象就能看出来，这个经济形势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得多。大家且行且珍惜吧，该存钱的存钱，该囤货的囤货，这日子啊，只会越来越有意思。